新能源汽车只在国内市场火爆，在国外却遭到冷落。这种反差让人不禁思考：中国新能源电车是否只是政策下的伪需求？真的能成为未来主流交通方式吗？在国内市场，新能源汽车的火爆程度与传统燃油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在国外市场，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并不如国内市场那么火爆。欧洲市场中，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比不到总销量的10%。在美国市场，电车的市场销量占有率从22年的2.2%，到了2023年也就仅仅6.1%而已。其实这里大家普遍有一个误解。中国的电车市场占有率虽然达到了23.5%，但要是从存量汽车的占比来看，电车的渗透率也就只有4%。所以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电车还远远称不上是主流。而作为电车销售的头部国家尚且这样，放眼美欧日，他们只会更低。但欧美等国家的新能源的确相较于中国来说，发展是比较滞后的，而且他们的购车者貌似对电车并不感冒。欧美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以来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汽车生产工业，对于传统的燃油车生产成本极低，再加上某些地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传统的燃油车在国外市场是很实惠的。数据表明，目前美国新能源汽车的平均售价为$60,544，比传统油车高出大约$13,000左右。考虑到美国的油价仅为每升0.75美元，多支付的费用足以覆盖至少10年的燃油费用。加之外国并没有大力推广新能源电车的政策，新型企业很难占据市场份额，使得整个的汽车行业仍然被老牌大厂所垄断。像日本一年的汽车总销量大约在400万左右，光丰田一家就卖了80万，占了总销量的20%，这让其他车企怎么玩？国内电车火爆是被政策强行捧出来的吗？电动汽车在中国的火爆不是伪需求，而是市场需求的自然结果。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补贴政策的确对电动汽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动汽车的火爆是政策强行捧出来的。事实上，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需求正在迅速增长，这是由于购车者对绿色和节约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以及电动汽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成本的不断降低，而不是政策强行捧出来的伪需求。而且从国外的一些动向来看，国外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投入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一个显著趋势。在过去的12个月里，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纯电车发起了反补贴调查，凸显了国际市场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关切。在这次调查中，欧盟选择了比亚迪、上汽集团和吉利汽车等3家中国车企作为目标公司，采取抽样方式进行反补贴调查。尽管这些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相对较低，但调查的启动说明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冲击力不可小觑。这也使得中国电车企业感受到国际竞争的紧迫性，因为即便在市场份额上不占优势，其技术和影响力却引起了国外竞争对手的关切。同时一些传统车企也开始通过投资和战略合作来加强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大众汽车投资50亿入股小鹏，共同开发新的电动车型，而丰田直接将其研发中心更名为丰田智能电动汽车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展现了对电动汽车研发的强烈紧迫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奔驰、宝马、奥迪等豪华车品牌也在加速电动化转型。整个欧美市场虽然燃油车仍占主导地位，但涉及到燃油车新技术开发和融资的项目已经变得相当困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新能源电车都不可能是凭空捧出来的伪需求。国外市场目前尚看不出什么巨大的水花，主要还是因为这次确实是我们遥遥领先的走在了前面。我国电车出口困难，外国人普遍对电车不感兴趣，一些国家的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价格、续航里程、充电设施等方面存在疑虑，这也是电动汽车在这些国家市场上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此外，一些国家对于电动汽车的进口也设置了一些限制，例如关税、配额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阻碍电动汽车向国外进军。然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产量和销量均位居全球前列。中国也在积极研发新的电池技术，以降低乘车成本和使用体验。比亚迪、小鹏等国产自主品牌在欧美的新能源市场中已经成为了电车的首选品牌，这也说明海外市场对国产品牌的认可。
未来电车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一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我们现在处在领先地位，但尚不可掉以轻心。比较欧美作为老牌工业强国，一旦让他们反超，我们就有可能丧失了得之不易的话语权。因此，我国更应继续加大对电车技术创新的投入，提高电动汽车的性能水平和质量标准，通过研发先进的电池技术、智能驾驶系统等关键技术，提升我国电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加强品质管理，确保电车的可靠性和持久性，树立我国电车品牌的国际形象。在全球新能源汽车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我国需要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国际合作和市场开放等多方面的努力，巩固并提升在电车产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推动我国汽车工业向更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